别一开口就让人心生厌恶。女人的美不在皮而在骨，为什么有些女人很美，但是一开口就让人心生厌恶，再也没有聊下去的欲望？因为她们的聊天内容多有局限，婚恋烦恼、明星八卦、家长里短、吹嘘自夸、攀比虚荣。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被消耗精力，被磨灭激情。所以在第二天，我们要聊一聊女人究竟该怎么说话。管住自己的口舌。在诗《大雅·瞻仰》中有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，意为女人多嘴多舌，容易招致祸害。的确，从古至今，爱说闲话、搬弄是非的女人都不是大家喜欢的。案例分析：小慧长得很漂亮，但并不受大家的喜欢，因为她爱嚼舌根。学生时代，她喜欢搬弄宿舍是非，谁和谁不和，谁抢了谁的奖学金，谁说谁丑，谁在辅导员面前说了谁的坏话，最后搞得其他舍友的关系破裂，自己还像个和事佬一样安慰同学。工作后，小慧开始搬弄同事之间的是非，八卦各种私事，闲聊同事的背景。然而，工作后的同事并不像学生时代的同学那么傻。很快就有一个女领导发现了小慧的问题，她很严肃地对小慧说：单位不是菜市场，让你随便聊八卦，工作就好好工作，不要搞得单位乌烟瘴气。如果做不到，就请你收拾东西走人。之后，小慧不得不收敛很多。爱嚼舌根的原因，无所事事。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女人天生就喜欢和朋友聊天闲扯，有些女人整天无所事事，于是就尤其喜欢扎堆聊琐碎的八卦，朋友同事之间的是非，以此消磨时光。自私，很多热爱聊八卦扯是非的人是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的，不仅搬弄他人是非，有些还将自己家的事到处唠叨。他们完全不考虑，当这些闲言闲语流传到当事人耳中的时候，当事人的感受，这是极度自私的表现。解决方案：充实自己。喜欢闲扯鸡毛蒜皮的事，一是因为闲，二是肚子里的货太少。当你知晓不多时，就会对周遭的人和事产生认知误差，误差就会产生偏见、闲话、搬弄是非，八卦也就这样产生了。所以平时应该少说是非，多充实自身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。渐渐的，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将趋于完善，对周遭的人与事将会宽容很多。勇敢地说不。当你身处闲聊八卦的人群中时，要么沉默，要么离开，不要参与话题的讨论。参与其中会让你渐渐丢失自己，甚至成为琐碎八卦的传播者。无论是同事、朋友、同学还是亲人的私事，你都应该远离，少议论。这不仅是对他们的保护，也是对自己的保护。谨言的意义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，能够向一些歪风邪气说不，懂得管住自己的口舌，这才是女人成熟的表现。你的口舌不是用来议论人、挑起战争的，而是让人如沐春风、心情舒畅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议论他人是非，让他人的生活不适，他人也会如此待你。你喜欢大吵大闹的自己吗？多数女人都有情绪化的毛病，情绪容易大起大落，甚至暴躁。一旦失控，还会变得咄咄逼人，甚至大吵大闹。当我们大吵大闹的时候，脑子其实是不清醒的。如果当时有面镜子，让我们看看自己歇斯底里的神情和状态，大概连自己都爱不起来。案例分析：当一个女人的内心足够坚毅的时候，她的容貌就会变得温柔淡然。相反，内心越是脆弱胆怯，就越要用暴躁、强势、歇斯底里的态度来掩饰。芊芊有过一段人生的低谷期，事业生活样样不顺利。那段时间她个性大变，对人对事非常强势，咄咄逼人。
她觉得那才是一个强大的女人应有的样子，那样就不会被人欺负。甚至有的时候，她会对着父母大吵大闹，蛮不讲理。其实那恰恰表现出她内心的软弱。那时她就是个什么都看不惯的叛逆女子，喜欢和母亲在某些问题上争论不休。有一次与母亲争论过后，母亲让芊芊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狰狞的表情。那是一张扭曲变形的脸，更是一张令人心生反感的脸。芊芊被自己的样子吓到了，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。大吵大闹的原因，我们常常会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形容泼辣蛮不讲理的女人。他们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对方妥协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压力过大，现代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家庭事业都要兼顾，一旦没有找到合适的调节方式，压力累积越来越多，最后他们会控制不住，用焦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。情绪失控，多数女人都是情绪化的，当情绪没有得到合理的排解时，就会寻找发泄，痛哭或大吵大闹都是方式之一。解决方案，我们的坏情绪很少在陌生人面前表露，发泄对象往往是最亲密的人，父母、丈夫、孩子，因为知道这些人不会离开自己，会给我们无限的包容和忍让。然而在我们发泄自己的情绪时，常常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，很多无心之语都会伤害到他们。照镜子，当你心情非常糟糕，想要对亲近的人大吵大闹时，建议去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此刻的面目有多么狰狞。岁月不会欺骗你，它会将你所有的情绪都印刻于面目之上。10年、20年后，中年的你再照照镜子，眉目是舒展还是紧锁，就看你现在对于自身情绪的控制了。代替原则，坏情绪到达巅峰时，不妨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，或者去 KTV 里大吼一下，也可以美餐一顿，再不然就送自己一份礼物。所以无论什么方式都要比对着家人发脾气好，因为他们不是你发泄情绪的沙包，他们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温和的意义，所谓相由心生，如果长期处于崩溃、失控、大喊大叫的状态，内心的焦躁与刻薄全部都会反映在你的脸上。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无法控制，那就妄谈掌控人生了。我们要学着对人对事多一点慈悲与温柔，换个角度去看世界，你会发现值得你歇斯底里的事情真的不多。反之，大喊大闹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有时却只需一点温柔的力量。撒娇要分清场合，爱撒娇是大多数女人的天性，这无可厚非，但如果不分场合，不懂分寸，没把握好度，那不仅不会让人产生好感，还会让人心生厌恶。案例分析，珍珍喜欢和男朋友撒娇，在家里这算是闺房之乐，然而到了外面就不是那么让人受用了。有一次，男朋友带她去和朋友吃饭，一群人有说有笑的，珍珍一开口，气氛就不对了，一口一个人家，好怕怕，不要，听得大家都非常尴尬。最后男友实在受不了了，低声说：亲爱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咱说话能不能稍微正常点儿？这一说，珍珍可不乐意了，接下来开始板着脸，谁跟她说话也不搭理。最后男朋友没办法，找了个借口拽着珍珍提前离开了。还有一次，男友出差疲惫地回到家，珍珍一下子冲过去，问他有没有给自己带礼物。男友说忘在楼下的车里了，明天再拿回来。然而珍珍不依不饶，撒娇要他现在就下去拿。男友说实在太累了，走不动了。珍珍很不开心，还是不停地软磨硬泡。男友觉得珍珍太不体贴了，二话不说，冷着脸自己进了房，倒头即睡。
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冷战了好几天。撒娇是情侣之间增进感情的技巧之一，但如果不分时机和场合，那就是不懂事了。撒娇的原因，想引起注意。有些女人撒娇无非就是想引起伴侣的注意，她们希望对方能够多给自己一些关注或陪伴，更宠爱自己一些。服软，很多女人犯了错误后就会用撒娇的方式来弥补或者给自己找台阶，有时这确实可以避免过多的争吵和矛盾，缓和气氛。解决方案，注意场合。很多姑娘喜欢不分场合的和男朋友打情骂俏，然而在某些场合撒娇是非常不合适的，这会让另一半觉得你很不懂事，也让周围人尴尬，认为你过于自我。懂得分寸，正所谓物极必反，如果一个女人撒娇太过，就会引起周围人的反感。聪明的女人懂得分寸，知道适可而止，知道收放自如，分清场合，分清时机。撒娇的时机也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在另一半疲惫思考问题的时候去纠缠他们，否则只能引来他们的厌烦。掌握分寸撒娇的意义，掌握分寸，分清场合撒娇是一种克制。女人应该明白，不是娇滴滴的就能得到一切，别太小看这个世界的规则。为什么真正有实力的女人从来不以撒娇作为获取的手段？因为她们根本不需要在他人面前用示弱来赢得一切。想要得到某些东西，只靠嘴巴撒撒娇是不行的，还需要用自身的努力和实力。掌握了度，撒娇既是一种情趣，也是一种可爱的小把戏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千万别把撒娇当成手段和工具。讲座场合别窃窃私语。在参加会议、听讲座等有主讲人发言的场合，我们应该尤其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，礼貌地保持安静，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尊重。案例分析，大学时代，我们在上各种专业课、公共课时，会遇到很多不感兴趣的课程，许多同学就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去对待。所谓消极的态度，就是部分同学会三五成群的在课堂上聊天，甚至打闹。其实这是大学、社会里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大家被逼无奈去听一些不感兴趣的课程或讲座，并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去应对。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修养便被暴露无遗。纵使那是一个万般无趣的下午，也不能代表你就可以肆意妄为。如果你不感兴趣，完全可以选择离开，没有必要在场内窃窃私语。窃窃私语不礼貌的原因，不尊重他人。当面窃窃私语是非常不尊重他人的表现，尤其是在讲座或是会议上。纵使你觉得话题无聊或有什么意义，也不该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。如果不感兴趣，完全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提前离场。但既然你不打算离开，坐在那里就应该表现出对讲话人最基本的尊重。缺少修养，一个有素养的女人是绝对不会不顾他人感受，肆意地做出这样有失礼貌的事情的。解决方案，随身携带纸笔，如果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就不要急着在那一时半会儿说。如果你真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身边的人说，可以随身携带纸笔，用写字的方式和身边的人交流。用纸笔写字要比用手机发消息礼貌很多。学会认真倾听。任何一场宴席、演出、讲座或是会议，如果你是自愿去的，那么请学会倾听主讲人的发言。任何一次谈话、演讲、表演都会有它的价值和意义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离场。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现场枯燥乏味的氛围，或真的临时有急事，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提前离开。
但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因为留下也是一份尊重。安静的意义。巴勃罗·聂鲁达在《我喜欢你是寂静的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样。你从远处聆听我，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。一个懂得适时保持安静的女人，相处起来会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她们懂得用安静的心去尊重他人，而非用不适时的聒噪去暴露自己的浅薄和粗俗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。